3D。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进行要塞英雄的排名。理论上要塞的英雄阵容还可以，但是这所谓的可以仅局限于要塞这一个城。要塞里面的神将去了别的族，那根本排不上号。战士职业驯兽师，只要你是一个兵种特，那么他一定不丢分。至于女巫，在技能数方面，她应该是最烂的法师。一些女巫虽然质量尚可，但是呢，玩家绝对不喜欢用她首发。如果你能忍受一个8神秘、8急救、8弹道还有10鹰眼的职业存在的话，选一个女巫当主将其实也可以。一个战士职业，如果他是地下领主，那么一定会加分。如果一个英雄职业是女巫，那妥妥的是减分项。如果一个英雄既是女巫又是一个鹰眼特，那么他毫无疑问是倒数第一。鹰眼特里面最烂的应该就是塔楼和城堡的那2位，因为要塞的魔法塔最多能够见到3级，2级塔里面出双目失明还有霹雳闪电的概率都很低。这也就是说，理论上帝娃的鹰眼术真的能够偷学到法术。如果他和地下城的吉恩一样，开局带的是迟缓大法的话，那么无论怎么排他都不可能是倒数第一。只可惜他开局的技能是护体石肤，尽管理论上他的鹰眼可以偷学到法术，但是不会有玩家为了偷学2个法术愿意忍受女巫这糟糕的技能数选择帝娃的。第15名石肤特玛丽斯。鹰3的石皮特还有嗜血特，单看这个特长的话非常一般，而玛丽斯呢，开局又带一个学习能力，本来就不行，还有一个学习能力，可想而知了。另外再补充一句哈，这个女巫不仅技能数差，而且她4系魔法学习的概率都是一样的。真正意义上的出什么魔法都得看她的心情，经常就是这局技能很正，下一局就给你拉坨大的。可能设计师在最早设计的时候觉得学习能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能，数值定的也是非常保守，和没有一样。深渊号角一看不行呀，我可太知道这个学习能力什么水平了。于是啪一下，很快啊，无水的地图里面金凯利亚横空出世，它的特长效果是你的学习能力效果翻倍，也就是说金凯利亚的学习能力升到高级之后可以多获得 30% 的经验。尽管经过多方测试效果依然非常堪忧，但它至少不是一个纯白板了。不是白板并不是金凯利亚排到14名的原因，它真正的亮点是开局带了一个迟缓大法，就冲你开局迟缓的含金量排到第14名。第13名弩车特格武夫。游戏里面除了他之外，所有的弩车特都具有一定的开荒能力，格武夫就不一样了，他的弩车开局的伤害还不如开局带的洗衣工高。人家格大炮1级的时候，弩车就有10到15点的杀伤，而咱们的格小炮同志开局伤害只有2到3。运气如果差一点的话，格武夫升到3级，学到高级炮术了，攻击力还是0。他和瑞恩一样，就是一个弩车提供器，本人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。他被称为驯兽师之耻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在这第2桌吃饭的英雄里面，只有他一个驯兽师。第12名急救特威迪斯。他和瑞恩一样，开局没收了远程兵，但是要塞自有国情在，因为可以速出飞龙的缘故，导致他的急救帐篷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用。但是能用不等于好用，你随便整个驯兽师买个帐篷，发挥的效果比他这个所谓的急救特要显著的多。开局的魔法方面是一个完全没有卵用的浴火奇术，基本上它和格小炮一样，也是一个帐篷提供器，但是一个帐篷就卖750金币，如果开局英雄带6-7个洗衣工的话，价格和一个帐篷差不多。所以说新手开荒就不要惦记威迪斯还有他这个急救帐篷了，直接在铁匠铺里买一个，岂不更好，岂不更方便？就像我们平时肩颈酸痛的时候，备下一个望舒心肩颈按摩仪也是非常方便。平时玩英雄无敌这种老游戏，一把时间又长，上头了经常电脑前一坐好几个小时起步。咱也问问自己，肩膀不酸吗？脖子不胀吗？平时给大家录素材剪视频就经常肩颈酸痛，怎么办呢？靠的就是这个咱们老甲方望舒心肩颈按摩仪，用它只要10分钟，立马帮你缓解肩颈酸痛，要多爽有多爽。看它这个造型，6个按摩头，上面4个裹住脖子，下面2个提拉肩颈酸痛的地方，可轻可重，可快可慢。看这仿人手的设计，能直接把肩膀上的肉提起来，按上个10分钟，肩膀直接轻一半。用的时候背上一背，背带一系就不用管了，该干啥干啥，解放双手，工作学习打游戏都不影响。像我打素材写文案剪辑视频，背着它爽一爽完全不影响，不仅能按肩，后腰和小腿都能按。当然肯定会有兄弟说按摩仪广告见老多了，点个链接进去一看，动不动400-500，忒贵了。甲方特地跟我说他们家新品上市，老产品有一波清仓活动，
标准型号，经典款 2.0， 全后只要319，更小巧的迷你款甚至只要279，各种款式均有好价，千万别错过！买回去怕吃灰，家里准备一台，一家人都能用，爸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肯定都爱用，绝对不会吃灰。兄弟们，买一台犒劳自己，不用出门，不用花按摩的钱，帮自己帮家人解决肩颈酸痛，用它只要10分钟，肩膀不酸，脖子不疼，绝对超值！一定记得评论区领券再下单，活动只有1周，到期即止，千万别错过。第11名，魔力特斯蒂格。要塞的魔力特你可能看不出啥违和感，但是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人家据点也有一个魔力特。你说在这种魔法匮乏的种族里面，你有个魔力特意义是什么呢？要塞基本上是出霹雳寒冰，你连个霹雳闪电都不好学，并且魔力特里面除了山德鲁开局有个招魂，马尔克斯过于超模之外，剩下的这些英雄属实都不算什么好将。如果要塞能够建到5级魔法塔的话，女巫的力量成长仅次于妖术师，但是两者的技能数完全没得比。开局的魔法是护体神盾，还是要比护体石符好一点的。斯蒂格虽然不强，但是和地狱的泽达一样，好歹没有什么槽点，比后面的5位槽点满满的英雄还是要厉害的。第10名，麦林德。这个英雄其实也非常尴尬，如果你把他当一个副将的话，由于开局不带理财树，所以说不如城堡和工厂的2位同行。当主将呢，女巫的技能数又着实忍不了。另外一点就是要塞虽然偏水系，但是女巫不偏，她4系魔法学习的概率都是3，玩女巫要是3级出个火系你不学，往后再给你一个火系，你要还不学的话，这个技能已经完蛋了，学了也有问题。要塞就这条件，你以为你是艾德尼吗？在要塞里面，女巫和驯兽师相比，就是开荒不如驯兽师，中期不如驯兽师，后期不如驯兽师，技能数也不如驯兽师。这一点和上期视频的壁垒非常像，他只要没有出现一个像索爷、大主教这种特长过于变态的英雄，哪怕开局的技能没有偏，也完全没有一个当主将的资格。如果勉强给一个女巫找一个适合开荒的英雄的话，我想只能是第9名罗斯可了。他开局的技能是魔法神剑，开局2点力量造成30点伤害，续航有了，高力量的成长也有了，拿来开荒那是完全合格。深渊号角加强神秘术的受益人之一。要说缺点嘛，神秘特到了后期就没什么用了，论开荒呢也不如一众驯兽师豪杰，不过好歹能开荒，进个前10没问题。第8名，智利特安德拉。你要是比开荒呢，他不如罗斯可，但是好歹他有后期能力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他有后期能力就选他首发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这局要开始坐牢了。艾登在地狱能排第4，但是他不行。同样是兵种特，要塞的部队个个不丢分。要塞后期决战能力不行，那是主要吃亏在飞龙和9头怪上了。就看前5级兵的话，要塞是毫无疑问的全派系第一。至于飞龙呢，差点就差点吧，好歹能速出。智利特是一个好东西，但是游戏里面的这3个，他们的职业都是个顶个的烂。开局的魔法呢，一个关天，一个驱魔，还有一个恶咒附身，只能说但凡给个加减速，给个魔法神剑，排名往上提一提完全没问题。要塞的驯兽师也有话说呀，我可不是娇滴滴的魔鬼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其实说魔鬼技能说好，主要是他出后勤的概率高。你要是比土系的概率呢，驯兽师和地下领主远胜于魔鬼。原版的话，魔鬼的技能数和驯兽师还能掰手腕，因为驯兽师出航海的概率比较高。但是在深渊号角里面，没有水的地图，你的英雄是出不来航海术的，并且魔鬼出后勤的几率是10，驯兽师是8，远远没有达到降维打击的程度。既然是排名，咱就得排个明白。驯兽师出土的概率尽管只有3，但是他出水和出气的概率只有2和1。由于英雄的升级有保底机制，这就使得驯兽师4级必出3系魔法当中的一个。这样算的话，实际上4级的驯兽师出土的概率就高达 50%。地下城的地下领主也是这样，这2个职业在战士里面是最容易出土的职业。说一句人均超模并不过分。尽管第7名克巴斯在驯兽师里面显得有点默默无闻，但他的质量也丝毫不丢分。人家山下之王草地矮子赛飞龙，克巴斯沼泽龙营赛黑龙。尽管他开局没有洗衣工，有点小伤，但是他的龙营非常快，当个远程兵用都没问题。就算不在要塞，他去别的城，让他带着一个毒营，再搭配上驯鹿术，捡资源的效率比前期带后勤学的英雄还要高。要塞就是这样，出圈的英雄很少，但是强将一抓一大把。第6名狼人特卢肯，如果是原版的话，他肯定不如克巴斯，甚至还不如智利特。但是在深渊号角里面不一样了，每组狼人的数量比原版多了5个，
这就使得卢肯开局带60多个狼人非常简单。狼人这个兵种虽然有点默默无闻，但是它的杀伤力高得离谱。原版你感觉不出伤害爆炸的话，主要是开局带的少。就卢肯这样开局带60多个狼人一个链锤砸上，只能说幸好你是驯兽师，不是野蛮人。开局的兵力虽然现在依然比沙克特少，但是单论战斗力的话，60多个狼人干70多个洞穴人没有问题。他吃亏就吃亏在开局的技能上了，防御加领导和进攻战术相比，怎么看也是小有差距。要不然以卢肯这个质量进前5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第5名，菲隆特布鲁菲德。飞龙在没有升级之前只有7速，稍微有点慢，布鲁菲德就大大的增加了飞龙的机动性。你像他，还有咱们还没排的据点英雄西瓦，由于他们特长的兵种可以速出，这样就会反过来带动这2个英雄排名往上提一提。但是还是咱们之前那句话，布鲁菲德虽然是个强将，但离一个神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UP主虽然没玩过 PVP， 但是考虑到隔壁的匹克杰姆在塔楼里面都排到2号人物了，但是布鲁菲德在 PVP 里面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万年首发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要塞的英雄阵容还没有沦落到隔壁塔楼那样，选一个特长蝙蝠的当2号人物。第4名，蛮牛特阿尔金。按照 UP 主和金哥的交情，把他排到前3才应该，但是呢，我纠结了很久，还是把他放到第4吧。一是要塞的前3名不是那么容易撼动，二是我反复比较，我发现他确实不如牛头怪特戴斯呀。要塞的牛哥不如地下的牛哥好出。论后期的话，你蛮牛固然是毁天灭地，我地下的牛哥也不是吃干饭的。论技能数呢，我是驯兽师，你是地下领主，也看不出差距。人家戴斯在地下排第8，如果把阿尔金放到前3的话，地下城也有话说呀。一个在地下首发都轮不到的3流英雄，放到你要塞当个宝贝一样供城前3，你要塞家18代祖宗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开个玩笑哈，金哥实际的实力是非常不俗的，不能因为一个班里都考上清华北大，那个考985的就没有资格叫成学霸一样。由于驯兽师开局都是0攻击，所以使得金哥的初级进攻数显得非常宝贵，并且阿尔金和维斯特也是要塞里面公认技能数最好的2个驯兽师。前期的开荒进攻和防御配置，到了后期蛮牛也是要塞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，并且他带领的蛮牛可以达到质变的7点速度。既然阿尔金技能这么好，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驯兽师技能数都不错呢？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第3名，泰泽。在所有钢板特里面，泰泽是防御力成长最高的英雄，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他极其容易偏的技能数。开局就是中级防御数，很有可能升到3级他的技能就偏了，有的时候升到3级炮术弹道2选1，你是重开呢还是换将呢？除了技能数容易偏之外，泰泽前期开荒也很成问题，技能数不好，开荒能力差，怎么看也是一个不好的将领。但是人家泰泽是钢板特游戏里面最强的后期，他和塔楼的泰坦巨人一样，前期忍一忍，等到泰坦巨人出来之后就能横扫了。泰泽也是一样，前期忍一忍，后期防御力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妥妥的令人绝望的钢板。在毛暴龙重前轻后的理念下，一个前期几乎为0，后期可以拿满分的英雄，很显然不如一个前期拿满分，后期基本为0的英雄。布朗，一个开局带着4级兵的神人，你要说他开局的技能不适合开荒呢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蜥蜴。你要说他技能数不是很好呢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有蜥蜴。你要说他开局没有洗衣工呢，不好意思，我换成蜥蜴了。布朗带蜥蜴最早来说应该是个 bug， 但是时间长了这就不算 bug 了，而是要塞的特色，以至于后面深渊号角也是有样学样，港口和工厂的4级兵特开局也带着4级兵，只不过那2个开局只能带3、4个，和动不动6、7个蜥蜴的布朗相比还是小有差距。并且如果你仔细对比属性的话，你会发现小蜥蜴的战斗力非常能打，它的战斗力要强于没有升级的猪头还有浩南哥，和一向以属性著称的食人魔也能五五开。人家只是升级长残了，没升级之前还是很靠得住的。这样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小4级兵，开局还带6、7个，布朗就真正意义上的力打专飞，只要我兵多，我开荒就不成问题。哪怕是强如萨利尔，也不可能在第2天干掉一个带着飞龙的布朗。你可以把布朗当成一个送兵机器，当一个英雄开局的兵力价格超过2500的话，它的质量怎么样已经无关重要了。玩要塞最好的开局就是你选维斯特首发，然后酒馆里面出了布朗。维斯特人称大女婿，是要塞里面毫无疑问的第1名。前期开荒人家全是洗衣工，开局带剑术和防御，
作为驯兽师，他的技能树非常好，他带领的洗衣工和其他驯兽师的洗衣工完全是两个兵种，即使是到了后期，你的洗衣工也是有非常强大的规模。尽管维斯特的后期和泰泽相比要差很多，但是至少拿个70分没有问题。前几天打了一个88图，不用维斯特首发的话，发现不会玩了。尽管他比后期不如泰泽，比前期不如布朗，但是综合评分要比他们两个高。这是 UP 主最喜欢的要塞英雄，相信很多玩家玩要塞的话，维斯特也是第一主将。到最后呢，咱们总结一下要塞城的英雄阵容。其实维斯特所谓的第一名说破天，他也只是一个兵种特，就算升到20多级，他的蜥蜴勇士也就只能提升4-5点攻防，和游戏里面真正的强将后勤特、转世重生特等一系列法术特相比，着实是有一定的差距。要塞城的强将除了泰泽之外，基本上上限不是很高，但好在下限足够的稳定，所以说玩家在玩要塞的时候会觉得驯兽师的质量普遍都很不错。要塞也好，壁垒也罢，英雄的整体阵容是不如地下的。抛开墓园和元素城这种变态阵容不谈，真正能和地下城掰手腕的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港口。大家多多点赞投币，咱们下期视频唠一下港口，看一下他的英雄阵容比地下如何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